天气越来越冷，如果没有好好保养我们的皮肤，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皮肤怎么开始痒了，比较严重的还会脱皮、发炎，甚至是流血。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皮肤科专家施承修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谈谈冬季痒如何保养。施医师你好。主持人以及全球的观众大家好。我们中医在治疗皮肤上也很有专门性啊，就是说一般人大家可能就是去看西医拿个药膏擦一擦，可是擦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调理呢？今天就要跟大家做分享。那首先什么是冬季痒？冬季痒就是冬天比较容易痒，有时候是手啦，有时候是脚啦。当然有一些归类，就是说冬季天气比较冷，血液循环比较差，皮肤会比较干燥，一般就叫做缺脂性的皮肤炎或是干燥性皮肤炎。把这两个皮肤炎归类就叫做冬季痒。它比较容易好发在中老年人跟小孩子因为它非常痒。有的医生会开抗生素，因为它可能抓破皮，会感染，所以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小心。当然有时候湿疹也有，因为湿疹有所谓的干燥期，有时候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一颗一颗的疹子抓破，其实到冬天的时候它变干了。那一般人可能只是干燥，可是对皮肤比较敏感的人，他就产生这个痒，还有裂，裂了也会痒，不管大裂小裂都会痒，但是裂伤比较大的时候，还会包含一种疼痛的感觉。一般来讲，我们不是会用什么护手霜吗？乳液擦会稍微比较好，是因为稍微有比较滋润。就像您刚刚讲的，它可能会有裂，然后它会有脱皮屑，然后它会有痒的状况。那还会有什么样的表面上的特征呢？像这个图就很明显了，这个患者他这么红，其实是从夏天都带红到现在的。OK， 这一类型的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就要处理他的湿疹。如果他夏天没有处理，那冬天才要调养。我们至少要注意，就是说中医会用一些比较滋阴的药，过度滋阴，因为它本身是湿疹，如果滋阴太多的话，那水分的代谢可能会出现异常，反而会加重这个湿疹。所以说如果是属于湿疹的干燥期，我们在用药上，我们要一边要顾本来湿疹的体质，那又要顾现在正在发生的干燥性皮肤炎，那两个要同时顾。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缺脂性的皮肤炎，它是单纯的干，夏天都没有，是冬天才有的。那一般来讲，中医就是滋阴养血，很简单。我知道有些人他洗澡洗特别热，但他出来之后也会觉得好像痒痒的，比如说泡完温泉也会觉得好像痒痒的，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生活习惯调整一下，它就比较不容易冬季痒？对啊，主持人讲到一个重点了，其实只要冬天会痒的病，就不能洗太热的热水。就是说我们很怕冷，所以有洗很热的热水。可是洗很热的热水之后，我们身体会不会冒烟？会啊。其实身体冒烟代表什么？代表你身体吸了很多热。热当中你身上的这些体液水分表层的水分也都很热。所以它一直在蒸散。蒸散之后，你皮肤本身就属于缺脂性的血，或是说体液循环不良水都跑光了，那你不是更干吗？那水跑光了，身体还是热乎乎的身体还是持续的在蒸散水分。还有一个状况是，有些患者洗完热乎乎的澡之后，马上要去睡觉了，再盖很厚的棉被，盖棉被之后更痒。那怎么办？所以他就产生一个很矛盾，我好怕冷，可是我又盖厚的棉被，它又很痒，不盖又很冷，它就会产生我们中医叫做寒热体质这个错杂现象。那这一类的就不是很简单的吃一个什么药，或是吃一个什么保养品，或擦个乳液，它就解决了。这反而要从体内去调，让他的身体不会很怕冷，他就不会洗很热水澡，他也不会盖很厚的棉被，那自然的他就不会产生冬季痒。就是等于说他的体质够强健，他就不怕冷，应该正常是这样吧？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有一句话叫做寒热平调不见寒热，就是这个人不怕冷也不怕热，意思说我现在风吹也 OK， 然后盖棉被睡觉也 OK， 我洗热水澡也没问题，这样的体质是最平稳的啦。这很难吧？没有，其实这样才是正常的。对啊，其实很难，但是不怕冷又不怕热，能适应环境，适应各种状态的环境，皮肤没有任何状况，那才是最正常的。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就是冬天可能洗完澡，虽然也没办法在家不要洗热水澡，所以就是擦乳液是最好的。单纯的冬季痒其实擦乳液护手霜其实都没有关系，怕的是说你本来有湿疹体质本来就是有红红的。对，湿疹体很敏感嘛，你擦错了就很敏感。像我有患者，他只要
敷脸它就会肿起来，它就会发痒。它又都不能敷脸，它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敷脸，应该是那里面的一些成分呢有对它来讲敏感，它湿疹的人特别敏感，所以湿疹的干燥期这时候你得用护手霜。我就常常讲，我们也不用去分啦，你这一款擦擦看没问题就没问题，不要擦凡士林，我觉得比较好，所以你极度的干燥，但凡士林很不透气。以前听到都是凡士林，当然对极度干燥的人，擦凡士林是最保湿的，一定是这样子的。是。但是我们刚刚有谈到有一些会红肿热，红肿热这种有热象的，如果表皮是干裂，那底下是湿疹的那一种体质，凡士林会封住它的热跟它的水分，它的湿。反正里面更痒。闷在里头，它其实是更痒的。其实还有一个天气冷啊，大家都会开那个暖炉啦，或是暖风扇。对，我刚刚讲那个风是会带走水分的，吹啊吹啊。暖风更容易带走身上的水，所以有时候，你如果开得太温暖，风又开得太大，那我想你应该会更干。假设你必须要开暖炉的话，我建议你要摆一盆水，一定要有一个湿度了，不然你这样为了怕冷这件事情，反而让皮肤更容易痒，更容易干燥。然后服装上是不是材质上，衣服的材质也要特别选？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他就是对于那些可能不是纯棉的材质就会特别容易痒，那也是因为那个材质让皮肤引起的这种瘙痒嘛。其实材质是一个我们必须思考方向了，但是以身试法最重要啊。就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要穿毛线衣，像这一种的，它就有一些毛，就会刺激，就会有点痒，它会让这个皮肤感觉到更痒。还有一个是说，有些衣服像很多人喜欢穿羽绒衣，那个是很保暖的。可是不好的羽绒衣其实很闷热，那也不太适合冬季痒的患者。我建议他去买一些材质比较好的、比较透气的又不会闷热的一些衣服来穿，我觉得会比较适合啦。我的建议是，反正你可以买一件稍微有一点厚的外套，然后呢，里面不要穿太厚。进入室内室外你比较好穿脱啦，这样会比较适当。那饮食上呢，有没有哪些是我们会犯一些忌讳，就是我们不知道结果多吃了，然后引起我们的冬季痒？我们这前面有一个枸杞这枸杞是妈妈最爱的，怕自己很虚的人，每一样菜你就会看到很漂亮的枸杞。枸杞本来是滋阴养血的一个很好药，但是冬天如果你放太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口干舌燥，再进一步你就会皮肤干燥，然后就皮肤，所以有时候适当就好。像这个山药啊，这个银耳啦，这个桑葚，其实这3个都是属于中医讲的比较偏向滋阴的，促进身体的水分的保留的一些药。这些稍微多吃一点，这3个还好。反而是我们一些燥热食物要注意，好比说我们冬天会吃什么麻油鸡、姜母鸭这一类的，我刚刚一直在强调一个是热就会干，所以你吃太燥热的东西，本来是要补一下，可以补一下可以，但是如果常常补那么一下，就不是那么，那不是一下，那很多下，很多下的时候身体一热起来，我刚刚讲，你衣服要穿很多或是棉被要盖，然后洗很热的热水澡，这样内外交迫，你就皮肤会很干很痒。冬季痒是属于干痒的这一种型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止痒的药膳要介绍给大家。论照止痒粥，第一个就是何首乌，滋肾阴。黄金跟玉竹就是滋胃阴，红枣跟甘草都是固胃的。刺激里有一个作用就是止痒。既然是粥嘛我们就要加一点瘦肉啊，跟胡萝卜盐一些将这些药放到这个布袋当中绑紧，加2500cc的水放到锅子里面去给它煮久一点，再煮上瘦肉啊跟胡萝卜进去煮。功用呢就是补血养阴、润燥止痒，适合这个皮肤干的、脱屑的。这个药膳还蛮养生的，就是它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去做调配。对。那今天医师也帮大家介绍了一道简单的茶饮，它也有止痒的作用。这个我们有2个兄弟药，一个叫做天门冬跟这个麦门冬，叫双冬，是属于滋胃阴的，而且吃起来还甜甜的。再加上一点炙甘草，到冬天呢，我们可以利用这样一个简单的茶饮平常上班前就泡一壶，泡个20-30分钟，到办公室这个炙甘草的甜味都出来了。那我们也请医师来试喝一下，这我也是第一次喝这样子的，还蛮香的耶，而且有甜味，它很好入口。那这个是各几克啊？300cc 的水各3克就可以了。它很少一点点而已。对，你要浓一点就再加。但其实我们是要保养嘛，也不是说治病，治病的量一般都会比较多。除非说你非常干，已经干到不舒服，
那这个量会比较多。不过要注意一点是说，这个药如果量放多的时候，本来就会拉肚子的人可能就会变更拉肚子。不过对便秘的人反而有好处。这比较滋润的药会促进肠胃蠕动。所以您说这个比较滋润，所以湿疹型的是不适合的。对，如果你确定你是湿疹型的，你不可以单吃这个，因为太过润的，保留身上太多水分，反而加重了这个湿疹的这个状态。如果发生冬季痒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自我在家里按哪些穴位可以帮助我们止痒呢？医师今天要介绍的穴位有哪些？我们今天介绍5个穴位哈，一个叫阴陵泉，一个叫三阴交。在这2个穴当中，还有一个董氏奇穴，叫做三黄穴，皇帝的黄。我们先介绍这个三阴交。三阴交指滋阴的穴，那这个阴陵泉，阴陵泉怎么找？就是这个胫骨边边哈，我们这样用手指这样推到这边这个骨头，然后要转弯的地方了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然后呢，董氏奇穴的另外3个穴道叫三黄穴第一个呢，天黄就是这个阴陵泉往下1寸，大概1个手指头自己的，OK， 大约了哈。那这边有一个人黄下面有一个地黄。先找地黄，就是这个三阴交的上0.5寸，大概半根手指头，很接近这个三阴交。那这中间那个比较难找的这个人黄穴呢，就是这个三阴交的上面5根手指头，4寸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所以这样总共有5个穴道，这5个穴道都是滋阴的穴道。所以我们要怎么按？我们就这样往上这样推的过程当中有几个特别的疼痛或是比较硬的，那个地方我们就多给它按或是推几下，或是按摩，其实就可以达到这个滋阴保健的一个效果了。所以2只脚都要这样按，2只脚都可以，都可以。各位朋友，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欢迎按影片下面的超级感谢赞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内容，让您和您的家人更健康。